1888年，英国伦敦东区一带的犹太人聚居区内出现连环杀手，至少5名年老色衰的妓女惨遭杀害，死者不是被勒死，就是被人用刀捅死，还有一些被肢解，内脏都被掏出，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人给伦敦多家机构寄去信，甚至是内脏，自称开膛手杰克。1947年，美国洛杉矶发现一具白种女性裸尸，尸体被拦腰斩成2段，胸部被严重破坏，内外均被清水洗过。死者生前为一名普通演员，因钟爱黑色而被称为黑色大丽花，该事件也被称为黑色大丽花惨案。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塞西尔酒店1楼的酒吧，也就是兰可儿事件发生的酒店。1986年，韩国华城发生命案之后，4年零7个月内共计作案10次。该连环杀人案针对的全是女性，手段极为凶残，案件至今未能告破。根据该事件改编成为电影《杀人回忆》。在中国，也有一起杀人案件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那就是南大碎尸案。南大碎尸案又称南京119案、刁爱青案。事件发生在1996年1月19日。当天清晨，一名清洁工在南京华侨路的一个弃置包内发现异常，遂报警。警方随后在南京市各处发现被分尸的遗骸。案件至今已过去21年，但由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各种流言猜测横飞，有限的真实案情远不及道听途说的传播效果大。如今谈及南大碎尸案，似乎就离不开军区高层镇压这样的阴谋论。本期节目会带大家回顾一下21年间关于南大碎尸案的大事件记录，就一些存疑的地方进行阐释，剔除那些不实信息，最后提出一些新的疑问。1995年，刁爱青第2次参加高考，距离南大分数线相差3分后，在其姐姐公共联系的关系下，进入南大信息管理系现代秘书与危机应用专业成教脱产班。据毛小喵考证，成教脱产班与高校普通学生的差别是存在的。进入脱产班的方式有很多，远没有高考选拔那么严格。这也解释了刁爱青未达到南大分数线也可以进入就读的原因。所以，有网友拿家境一般托人上南大被害和这层关系有关的说法站不住脚。刁爱青进入南大比其他学生晚入学1个月，住在南大南园宿舍4舍，并担任宿舍长。1996年1月10日傍晚，其吃完晚饭后离开宿舍，最后消失在学校附近的青岛路一带。对于其离开宿舍的原因，各种平台爆料层出不穷，但均没有被证实。一个较有可信度的是来自于事发后其父从南大得出的说法。与刁同宿舍的女孩违规使用电磁炉被发现，老师要求均摊罚款，刁当时是宿舍长，由此推断是因为这个矛盾而出去散心。在南大南边的大简银巷发现整包尸块，随后在华侨路工地、小粉桥、南大天津路校门、体育场、汉口路医院等处也相继发现尸块。警方把刁爱青列为重点待定受害人，并当天通知刁福来南京。据2011年天涯论坛网帖南大碎尸案线索合集描述，警方发现的尸块多达2000多块，估计总共有3000多块，每块都切割得很小很整齐，骨头被整齐地分割出来，装在包里。警方进驻南大，排查了学校，包括学校学生、老师、职工，以南大为中心，大规模排查了附近区域各社会层次人群，排查各类嫌疑。警方发出的一些线索暗示凶手有以下特征：家里有棕棚床，可以接触猎枪用的黑火药，有上海旅游字样老式旅行包，旅行包里有火药残渣和管型印记。警方查过的房屋不下万处，考虑到有可能在浴缸分尸，所以把方圆3公里家里有浴缸的住房都查了一遍，也没有任何发现。1998年，作家王大靖把119案写进小说《纪念物》，引发网友猜测其就是真凶，也有人怀疑作者写得太过真实，也许就是知情人之一。2008年6月19日，
天涯社区出现了一篇署名黑弥撒的关于南大碎尸案的一点想法的帖子，网传其被删除过一段时间，但不能排除是奥运因素从而进行的舆情控制，并且在后来此帖也恢复了，现在还是可以在天涯看到。帖子中的语言风格较为缜密，对凶手的样貌、性格、作案手法和动机，甚至是心理活动等进行了大篇幅的叙述。黑弥撒的文章发出后，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在6月20日14时12分，有 ID 为很多的用户对黑弥撒的文章进行了长达几千字的回复，从多个角度对黑弥撒原文的用词、某些语言细节和写作历程进行分析，强烈暗示黑弥撒与案情有关。之后，这篇建立在一起尘封12年之久的现实悬疑基础之上，兼有惊悚、恐惧、悬念等各种元素的主题帖的热度不断升温，在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版面不断出现与本案的相关讨论。但在6月27日，所有与本案相关的帖子均被天涯社区版主删除，在28日有过短暂恢复，但不久就再度消失。天涯社区执行总编承认，删除帖子是应警方要求，但具体情况不能对媒体讲，有些事情不方便解释。很多人对黑弥撒的分析表示认可，推理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其根据现有的尸体发现状况推断如下：嫌疑人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同时可能懂得医学知识，如此看来，嫌疑人的文化程度较高，应当受过高等教育，至少其个人素质要高于普通的初高中文化者。又根据自身所了解的圈子和特定文化，结合当时校园周边文化，推断其因打口碟中的某种重金属音乐相识，并给出了一个死亡故事推断。之后，黑弥撒也被警方请去喝茶了。在此之后，网友道宏轩主人前往江堰采访刁爱青父亲刁日昌，因为是冒充南京市公安局，被刁爱青姐夫当作案件凶嫌报警带走，后释放。2008年7月13日，道宏轩主人把采访资料汇总成关于南大碎尸案的终极猜想，并发表，同时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2009年，网友潜水多年在天涯论坛发表我也想说说我知道的南京119碎尸案，引发关注。2010年，天涯舞文弄墨版主蜘蛛发表了含有119案的恐怖小说《十宗罪》。2014年，网友毛小喵发表18年后的再回首，96年南大119碎尸案的记录、释疑与分析，客观的梳理和重塑了线索，也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前面论述中并没有加入一些网传的最接近真相的资料，比如传言中的军区高层高干子弟包庇一手遮天，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这套说辞。而有关于本案还有诸多情况需要去推理和存疑的。一、本案是否可以排除是连环杀人案？那段时间学校有没有未落网的命案？二、本案是一起普通的杀人案，还是一起变态杀人事件？碎尸主尸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抛尸，还是满足其变态的欲望，兼顾抛尸？三、本案发现的尸块切割整齐，能否判断作案工具？根据切割纹路的走向，能否判断其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四、本案能否判别是单独作案还是多人作案？在已有的天涯论坛帖子中，凶手是否曾经默默出现过，甚至回过帖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国家都存在悬而未决的悬案，相信有朝一日定能水落石出，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本期结束，下期日本死亡黑森林不见不散。
人类的餐桌上出现过无数的生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你有想到过人被吃掉吗？电影《生吃》里第一次吃肉就上瘾的妹子，香港10大奇案中把人剁成肉馅儿做成叉烧包的黄志恒，拍过 AV 还上过美食节目的日本食人魔佐川一正，在世界各地都曾经爆出过诸多的恐怖食人事件，可以说是把变态发挥到了极致。鬼叔今天要讲的这起食人事件则更加离奇恐怖。事件发生在1996年，在日本的一个女子把移情别恋的男友杀了后煮着吃，还用内脏煮了汤，起名为爱情汤。不仅如此，她还把男友的情人打瞎了一只眼，剪掉嘴唇，垂掉了几颗牙和2个手指，切掉了1个乳房，最后把硫酸一点一点往下体里灌，折磨致死。等警察闯进他家，看到一个面目全非的尸体，情人下体流出来的黑色液体把整个客厅都染黑了。他坐在放着一个头颅的饭桌前，正用勺子食用人脑，还很镇定地对3个已经惊呆的警官说：“我吃完这些就好了，一会儿就跟你们走。”以下是网络流传的食人女魔的日记。最近明哲对我的态度很异常，很冷眼的感觉，跟我说我爱你3个字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觉得他在逼我，可我已经给他我的身体、我的钱、我的心，毫无保留。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给你的了。啊，有电话，好像是他打来的。我已经睡了3天了，头好像要爆炸了，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朵传来传去。我们分手吧，是梦吧？一定是梦。我知道这是事实，不能让他走，一定不能让他走。他和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个体，他只是暂时想着别的问题，马上会回到我身边的，一定会把明哲留在我身边，不会让任何人抢走的，永远。明哲，冰箱里冷吧？再忍一忍。决定第一个吃他的手，温柔地抚摸过我的那双手，用我最珍贵的勺做了道菜，很用功很用功的。他的手指头我咬了很长时间，回想着他好想哭，像傻瓜一样。他和我现在真正的成为了一体，明天早晨要用他的内脏熬汤喝。1996年3月15日，早晨熬的汤还剩了点儿，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爱的汤，有点好笑。明哲的胸真的很好吃，又软又有弹性，以后就不能靠在这胸上了。觉得明哲现在会很高兴，会觉得看上别的女人是个很愚蠢的事情。明明知道我那么的爱你。锅里他的腿好像在鼓励我说的对似的，在乱跳。只剩下明哲的头了，今天我才知道让他放弃我的女人是谁了。明哲，明哲，你也很讨厌他对不对？我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永远再不能诱惑任何人。叫惠美。将惠美带到了我和明哲的家里了，我要在她的面前惩罚这个女人。大喊大叫的话很烦人，所以昏迷的时候把她的身体绑好了，让明哲看好。把明哲的头放在了饭桌上，将惠美放在她的正对面。一只眼睛烂掉了，我拿毛巾替她清理了，只能用一只眼睛看，是不是很不适应？没关系吧。明哲昨晚给我求饶了，他说跟惠美亲过嘴。纯真的明哲，反抗的太强烈了，用昨天用的锤子打了几下他的嘴，这一才安静了许多。呵呵，牙掉了3、4个，有点好笑啊。明哲也看着他笑了，也夸了我一顿。今天是休假日，想在家里休息，惩罚他的事情真的好有趣。诱惑过明哲的，他的那乳房，我用菜刀割下了1半左右，好好看的乳房啊，割下来有点可惜了。血也流了好多，可能是知道自己错了吧，只是低着头，只看着自己被割下的乳房。给了他最后的惩罚，
干净的清理了跟明哲接触过的下半身的那个地方。很好玩的事情啊，我把他脱光后放到了床上，把双腿弄开后，用钉子把他的脚钉在了床上。昨天买来的酸倒入了他的下体里，一点一点的倒入。可能是最后的反抗吧，非常激烈。倒完了一瓶后，他的那地方流出了好多恶心的东西。明哲，以后别再看别的女人了。当警察破门而入，食人女魔拿着勺，呆呆地看着警察。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头，那旁边的椅子上躺着一个尸体。他在警察的眼前用勺挖着那个人头里灰色的液体的东西，向嘴里塞进去。等一下哦，吃完这些就好了。稍等一下哦。人类的欲望真是个复杂的东西，而食人魔的欲望已经扭曲到了极致。在他们的眼里，人性、道德、伦理都是无从谈起。就像日本食人魔佐川一正所说，对一个女人表达爱意的最好方式就是吃掉她。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心理。当然了，这种极端心理少之又少，小伙伴们不用担心。首先，你得有个女朋友啊。更多都市传说、悬案系列，想马上看的观众，别忘了长按点赞按钮3连进行催更。欢迎评论区留言谈谈你的看法。本期结束，我是贵叔，下期不见不散。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借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丰富多彩的幻想，形成强烈反差效果的夸张等等艺术手法，编织成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童话故事里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甚至是大自然本身，都被赋予了思想能力，以此反映现实。作家创作的童话，如安徒生童话，人民群众创作并口口相传后被整理的童话，如格林童话，都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孩子的喜爱。但是，在早期的童话并不仅仅是说给儿童听的，也包括成年人。随着后来的发展，19世纪后直到现在，童话渐渐地转型为适合儿童听的版本。为更适合儿童阅读，很多偏黑暗性质的情节描述被剔除。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童谣中，比如往期节目我们讲到的鹅妈妈童谣，而黑童话电影也不在少数。影片《潘神的迷宫》极为压抑，对暴力的描写和暗示不在少数。猫汤的命运无常，令人毛骨悚然。剪刀手爱德华，如果我没有刀，我就不能保护你；如果我有刀，我就不能拥抱你。本期鬼叔就来盘点一下童话里都是骗人的黑色童话第1集。英雄救美是童话中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在睡美人的故事中，公主被诅咒彻底沉眠，而英勇的王子用吻破除了她。而在1636年的意大利版本中，国王因为打猎意外地来到了睡美人的房间，发现她在椅子上打瞌睡。国王不论用多大的叫声喊她都不为所动，于是国王被睡美人的美貌所打动，就把她抱在床上，收获了爱的果实。办完事要离开的时候，国王连一张亲爱的睡美人的字条都没留，骑着白马就走了。直到9个月后，睡美人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对双胞胎的母亲。狠毒的皇后并不是白雪公主的继母，而是生母。皇后在发现了国王和公主乱伦之后，怒火中烧的她竟然想吃掉白雪公主的肝脏。而白雪公主并非是被一个充满魔力的吻醒的，因为王子太爱白雪公主，所以走到哪里都让仆人抬着棺材。
以至于仆人忍无可忍，举起白雪公主，对着她的后背一顿乱捶。毒苹果奇迹般的被吐了出来，白雪公主复活了。影片的开头是一种世界奇妙物语风格，画面中是一个男子的剪影，他要去做什么呢？他走进一间录像带室，遇到了一位手上拿着录像带的老妇人。老妇人手上拿着汉索与葛丽泰的录像带，问道：“您要找的是这一卷录像带吗？”男人很是疑惑：“这个不是童话吗？我找的不是这一盘。”可诡异的是，老妇人非常的热情，甚至提出了免费请他看这盘录像带。男人盛情难却，于是拿着这盘录像带独自进入了放映室，开始看片了。这是一个因贫困而扭曲人性的残忍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欧洲各地曾经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人们的生存成了问题，粮食显然是不够了。而汉索和葛丽泰就是这样一个贫穷家庭的兄妹，父母虽然于心不忍，但还是决定把孩子扔到森林自生自灭。可3次在森林扔下兄妹俩，前2次都回到家了。第3次，妹妹发现了一个小屋，小屋的主人是个收留孤儿的善良婆婆，但兄妹眼中只有婆婆的财富。他们用母亲给他们的毒面包毒死了婆婆家的孩子，将婆婆推进灶里烧死，带走了阿婆的珠宝首饰，回到了家。母亲却吓得跑掉，一摔跤滑到井里死了。僕たちを殺して食べるの？何を言ってるのヘンゼル？ここのところが一番美味しいんだよ。黑童话集惊悚、阴暗、恐怖元素。上下九步行街地处广州市荔湾区的上九路、下九路、第10辅路之间，是广州市3大传统繁荣商业中心之一。而荔湾广场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下九路。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这荔湾广场说起。坊间传说，此地先前是一座乱坟岗，修建成购物中心后，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几乎每年这里都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死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媒体报道，各种版本的灵异说法传了出来。流传的第一个版本，我们试着解释下。首先，是否灵异尚无定论，但荔湾广场确实每年都有跳楼的，而媒体报道的时候，只是用夸张的标题
诸如荔湾广场又有人跳楼了，来吸引眼球，选用这种简单的讯息报道，而非跟踪报道，缺少跳楼的原因，自然而然被扣上了莫名坠楼的标签。另外可以确认的是，当地人都知道挖出8口棺材，只是这种说法官方一概不会理会，也就任由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至于诗场，是草书字体比较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避讳不及这个草书字体像实体的诗，也就更容易让大家往里表示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不像有妄想症之类的精神病。荔湾广场灵异是确有其事，还是被放大的灵异？对此你怎么看呢？本期结束，下期穿越者王莽不见不散。